OK， 你们要上去吗？不要不要上去。不要。好了 Yeah， ，The moral story 是讲什么？谢谢你。哦，谢谢你。它是这个门吗？它是这种帮你关了，它是这种自动门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帮你关我。看到，问题是我看到那个门。哦，Master，你有看到那个门把它这吗？个有，我看到那个门把自己，哦，这里啊不，是我一个人看到，是 Master 也也是看到。我我没有注意，谢谢你。我没有注意。我看到那个门把自己我这样。们有，我去感谢那股力量来我们这里。很恶劣的力量。我们马上走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周公周重庆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的周公讲鬼，哪里有鬼？我想呢，要生活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哦，虽然我们这个国度小小的，但是竞争非常的激烈，所以呢，有很多的上班族呢，每一天呢都非常努力的工作。在 COVID 之前呢，其实有很多的上班一族呢，每一天呢都会待在办公室里头，直到3更半夜。所以呢，办公的地方哦，还有办公室里头呢，常常会有一些很难解释的事情发生。如果真的有他们的存在，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的3位嘉宾呢，刚刚好呢，在这方面呢是有经验的。首先第一位呢就是 Fred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reddy， 我是一名自由工作者。那每个星期五，你们都会在周公讲鬼里面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是周公讲鬼的团队之一。那另外一位呢，我觉得有他的出现，鬼应该也会很怕他，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大侠，现在呢，他也有一个全新的身份，听他怎么讲。天文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Mr. Unbelievable 陈天文的，我是 MediaCorp 的艺人。那第3位呢？哇，他要遇到鬼的几率应该很小，因为他是一位冥想师，我们都称他为 Master 秀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如果你们有什么事，可以来找我。就是一位大师的感觉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要出发到一间曾经闹鬼的办公室，也让我们的3位嘉宾呢有机会呢娓娓道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周公讲鬼哪里有鬼的主题呢，是你办公的地方或者是办公室的灵异经历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办公室哦，据说呢，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曾经有过，对。好几次的，没事。哇，天文哥你很配合哎，哎呦，这个缝夹到我的肉。我们其实有天文哥是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曾经有过一些不同人跟我们诉说的故事啊，但是有他来这里搞笑的话呢，我知道热闹的话哈，我这样搞笑的咩？哎呦，我这样 serious， 你本来是喜剧演员吧？Unbelievable 不是喜剧演员咩？不一样，我在不同时刻就扮演不同人物的。因为你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，怎么说你都曾经入围过这个金马奖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天文哥就让你先讲故事吧。30多年前，我刚刚出道的时候，就入行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 office 拍戏，然后拍，然后第2天又早班嘛，然后拍，然后就拍到晚上大概是1、2点，然后刚好因为 office area 有很多房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随便找一个房间进去里面，开了空调，鞋子脱了，在那边躺着，突然间有东西拉我的脚。太累了，我就转一个身，一脚把它踢开，然后又继续躺下去这样。是。结果一躺下去之后呢，第2样醒来啊，居然是第2天早上有人进来，然后我就问他了，我说，哎，是不是你叫我啊？没有啊，我是第1个进来的。你到今天，当你在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那个拉你的脚的是人还是鬼？就是说，到今天还是历历在脑海里面。哦，还有一个事件。
有一次我们就去一个厕所，然后我就也是大概是晚上11点多钟，我就进去那个，然后进小便啊，然后小便的时候，当然你会就是会像里面的厕所张望，那个厕所里面是一排大概有5个那种马桶的厕所，然后呢每一个 cubicle 都那门有些是半淹的啦，有些是淹住的，有些是开的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好奇没有人，就去小姐嘛，小姐到一半。有 frost water 嘞，你会吓到吗？肯定吓到，而且是半夜大概11点，要接近12点。所以天文哥，你会不会因为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奇嘛，然后你就跑去看？有，但是不敢走太近啊，我就走前面几步，然后去看，然后就觉得奇怪，哎，为什么会有人冲水呢？那你可以依稀看得到那个马桶里面那个水，这样你就知道是有人冲水。哇，那一下吓死我！我觉得通常你碰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还是会去看的。虽然是说会怕，可是要证实嘛，所以你就会去看，是不是有人嘛？一定会的。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听 Freddie 的故事吧。好，在很久之前啊，我自己做生意啦，那个时候做一点小生意，然后呢就租下了一个单位。就是它是那个全部都是那些 warehouse 来的，然后我就租下这个单位在一个角落，就是旁边就是楼梯口。第一天拿着锁匙过去的时候，就准备去做 cleansing， 所以就把那个门打开之后，然后就进去里面，拿着那个豆，然后要去撒做 cleansing 嘛，然后也买了那个馒头，就是那个空的，里面没有料的那种馒头，然后就去每一个角落4个角落放了1粒。然后中间我放了1粒，然后去点了一些香啊，然后是每个馒头插了1根，然后就开始去做那个 cleansing。当这些步骤全部都做完了之后，我就回来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漏了要去做。突然间，我看到那个墙壁有很多红蚂蚁啊，从每一个4个角落都爬下来。当时我partner也在，我partner也看到，我说走，我们去楼下那边买那个杀虫剂。怎么会那么多？那我们在 discuss 的时候去买东西，在那边讲的时候，没有你讲的那么多嘞。我的这个盘呢，他说是有，可是我没有看见那么多。我说可是不是，我看到很多。当我回来之后，蚂蚁全不见了，剩下几只。哇！我看到是这样子。后来没关系，我们就也没有什么蚂蚁，说 OK 收，我们就把东西扫，就拿了扫把去把那些豆全部都扫。当我在扫到从洗手间扫到出来面对大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。好像一个纸皮这样卡出来，很美的，很闪的，它的整个，而且是很黑的，可是会动的。他就躲在那个门这边，他这样，头从那个门这样伸出来，望着来看着我。他是长头发的，他头发还是这样，长这样摆下来。我就看到整个都是那个影子，我相信应该是女生吧。我就继续扫，我就当作没看到，我也没有跟我的partner说。当我们搬进去之后，有时候晚上很迟，我回去拿货做东西的时候，会看到有一个头在我的货上面。你做东西，做一个头，再看一下，又不见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租了这个单位，然后你在里头开始工作，遇到之后，你就跟他共处。是的，其实我当初看到之后，隔天我就买了一个小炉，然后放在我的 unit 的一个角落，然后每当我有回去的时候，我就会去那边拜一下。OK， 我想问一下Master 秀丽啊，像他刚才所说的，那个蚂蚁的现象哦，该怎么解释？为什么他的朋友看到的是几只蚂蚁，可是他看到的是一堆红蚂蚁呢？ OK， 我觉得 Freddie 啊，他有一些 connection，就是能够跨到另外一个空间。其实好像我觉得那个 office 啊是来找他的，就是有一些人很奇怪，他就是有这种特别情况的 office 啊，然后呢就没有人会租，但是 Freddie 就很喜欢，他就会租的。对，我觉得那个黑影是。就某一些人可以看到，也就是所谓那边的住客吗？我觉得是我叫做地主啦。
好像以前的人，我们不是有讲土地公吗？其实土地公就是地主啊。我也听说所有屋子的角落哈，一定要放置东西，要不然他们就会 stay 在那里。就最好不要有钉啦。你是说这样的钉子吗？就你好像钉子在家里，你放钉子哦，你一定要有东西挂着嘛。我所知道的那些 energy 很喜欢绑在那些。那 Master， 你有没有关于钉子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？对，我觉得钉子好像跟我很有缘。我去这个 office， 这不是第一次，也已经好多次，就是突然间我走到要进那个门的时候，那个钉就是这样，在我前面，这样子，但是它不会伤害我。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一定有发生什么事情。这个钉呢，其实跟我讲，可能要我做一些 cleansing 啊。哇，因为讲到钉子哦，就让我联想到呢，有一件事情也是发生在 Master 修理的身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场，刚好因为他有一场这个seminar， 然后他希望我是那个主持人，所以我就介绍他到一个剧场，就是去做那个所谓的座谈会，然后我记得 Master 修理呢一到那个剧场去看的时候，他一站在台中间哦，他一望向观众，他就跟工作人员讲说，到时候要留100多张票。对，可是那个地方是可以坐超过800个人，但是他要留100多张票，那是蛮多的。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？因为 seminar 像这类型的 seminar 一定可以卖完，但是Master 就说，因为这里有100多只，所以我要给他们有一个位置坐。然后呢，他还告诉在场的工作人员说，左边的门应该怎么做，右边的门应该怎么做，中间的门应该怎么做。他一讲到右边的门啊，砰一声下来，哇，全场的人都喊了一声，因为他们怕掉下来的东西伤害到 Master 修理，那就是一颗非常大只的所谓的螺丝钉。工作人员说，不可能会有这个东西在上面。是。可能2个 message 给我啦，一个是叫我停吧，然后保留一下，然后第二呢，可能告诉我是他们有存在的，所以呢，钉子肯定有一些，可能跟这个能量啊有关系吧。这个地方确实有发生过一些灵异事件，然后呢，我们刚才在进行拍摄的时候，我们一直听到楼上有声音，然后里面的房间有声音，但是我们知道是没有人的。我觉得也不宜再讲太多，我们马上就来做这个试验，我们就去，我好后悔做出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要进去那个办公室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仪器呢又派上用场了，马上开启它。记得了，如果是绿色的话呢，就代表这里是平安无事；但是如果它有就是往上攀，如果是攀到橙色或红色呢，我们就要赶紧跑掉了，因为代表着他们真的很靠近我们，而且可能有蛮多的所以我其实很没有喜欢拿这个仪器，我们就交给刚才唯一一个跟我们指不一样方向的天文哥。我现在有点改变主意，就是很早之前是不相信，但是后来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之后，是会有一点相信了。等一下，天文哥，里面是什么来的？应该是办公室吧？对，它是一个 conference room。要敲门吗？还是不敲？敲吧，敲一下。好。我们现在进来这办公室啊，试试看那个花瓶。花瓶啊？什么花瓶呢？试试看那个花瓶。该跳了一下。对，跳了一下。OK， 没事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Chairman Office， 敲门。董事长，我来了。不，我觉得一样东西是，不管是人界也好，还是
阴界好，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和平共处，就是你不惹他，他也不惹你，然后就是说大家是互相的尊重对方。有时候是因为哦，天文哥他的那个阳气可能过重哦。我们先让就是有灵异体质的 Freddy，Freddy 你敢吗？啊 ，OK， 我来试试看。我们让 Freddy 来试一下。OK。对于灵异事件这件事情来说，我个人我是相信的，因为我有看过。天文哥你呢？没有，没事。哎，刚跳了一下。对对对，有砸了。它砸了一道红色，一下子。他们不会，哎，有了，有一点点。他们不会，他们很快就会散掉。这张椅子呢？他们不会在那。是因为 Master 在吗？这张椅子呢？来这里。然后，当然我也要跟观众朋友们说，不要因为每一件事情你们解释不到，就怪于说这些灵异事件的发生，因为他们也不经常会发生。没事。就刚才在那个椅子跳了一下红色，他马上就上去那个橘色一下子，然后就下来，然后就再多上一格那边再跳过去，是这里就没有了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可能会有，哪里？那个楼阁。哦，楼阁啊？没有，这里都 OK。梯级，角落。哎，这里有。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角落。那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对，这个位置。哦，你看角落吗？角落，真的是角落。Oh my goodness！给 Freddy 快回来 ，Freddy！快回来！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叫他回来？因为刚才 Master 有讲所有的脚趾头。这里哦，这里也有，我这里哦在抖嘞。哦，这里也有一点，刚才也有。在这里在抖。OK。现在没有了。我拿肯定没有用。这里在抖。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跳了，来这里在抖。我试一下。有些人可能拿不到。有。呀。它的存在。sorry啊，打扰你啦。还有一个地方要不要去试？还有一个地方啊，就是我每次去很多地方办公室啊、家里，都会接触到很灵异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说相信，我也不会说我不相信，跳了一下，因为它好像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都存在的。不上了，不要上。 OK， 你们要上去吗？不要上去，不要。好了 ，Yeah。The moral of story 是讲什么？谢谢你。哦，谢谢你。它是这个门吗？它是这种帮你关的。它是这种自动门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帮你关。我看到。哦，是。没有，问题是我看到那个门。哦 ，Master 有看到那个门把吗？他这个有，我看到那个门把自己。哦，这里啊。不是我一个人看，是 Master 也看到。我讲谢谢你。我看到那个门把自己这样。有。他有讲。天文哥在里头探了之后，他就走了出来，然后那个门就慢慢的关上。我也能够很肯定的，门后是没有人的。但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以为只有我看到那个门把，它是慢慢的这样移上来。我在想，那个门把是不可能以这样的一个情形转上来的，因为它需要人的力气才可以把它拉下。如果捕捉到我的那一刻的表情的时候，我是愣着在那边看着那个门把。正当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看到，然后没有人可以作证的时候，我听到 Master 修理在我的旁边说了：“啊，谢谢你。”他好像是在谢谢，就是站在后面的那个人帮我们把门关上，而且好像故意要让我们看到这一刻，来证明它的存在。好吧，我们明白。我们撤出去吧。我知道。OK， 我们真的是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然后也要跟观众朋友说再会，因为我坦白跟你们讲，这个地方越来越冷，我的天哪！对，我感觉到也是，对，真的很冷了。好，我们慢慢出去吧。OK， 谢谢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有空来做。拜。